我觉得韩国有一个特殊的文化是所有刚来韩国的人都会吓一跳，而且无法理解的，就是这个保证金非常非常的高，有个人厨具、个人卫浴的这种套房，最少都需要月租10倍的保证金，甚至到40倍、50倍都是很常见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台湾，房价一直都是大家很关注的议题哦。很多人都认为，近年来生育力的下降、年轻人压力的提升，都跟房价有关系。而除了台湾以外呢，有不少房价问题困扰着。因此，在这个系列，希望能够听听看其他国家的人民啊，还有政府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借此来帮助我们思考房价的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韩国主妇 Fion 来跟我们分享韩国的状况。只不过在开访谈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家的小朋友很偏食，不太喜欢吃饭，辛辛苦苦准备给他的饭菜，总能吃3口就放弃了吗？盲狗狗素养教育第2季认识食物绘本，这次要帮家长们拉近孩子与食物的距离。这是一套带着小朋友认识食物、亲近食物、尊重食物的绘本，由曾经荣获多项国内外设计奖的台湾团队操刀，用我们日常最熟悉的豆浆、米浆、柠檬爱玉，还有木瓜牛奶等等，打造在地美食的趣味故事。内容不但请来了幼教顾问兼修、导读，还获得了饮食旅游作家韩良义老师的大力肯定。现在这个第2季的新绘本正在募资当中，除了最低54折的优惠之外，还限时加赠了电子版的绘本，而且呢，在募资的期间还会开放整本限时试阅。担心踩雷的可以先看看再决定，而还没有小孩的也可以分享给你有小孩的朋友。现在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立即试阅全新的盲狗狗素养教育第2季认识食物绘本吧。Hello， Fion 你好。嗨，你好。可以先跟我们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好，大家好，我叫 Fion， 那我住在韩国首尔已经8年了。那一开始会来韩国呢，是因为我喜欢韩国的综艺，所以说想来韩国学韩文，那就一直生活到现在。我在2019年呢，2020年是在韩国的媒体工作，那现在则是专心的经营自媒体，包括了 YouTube、Podcast 还有 Facebook 等等。然后我们有注意到，就是你的频道里面有做很多的这个租屋开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主题吗？一来就是说我的兴趣就是参观房子哦，所以我之前在韩国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创业，就是帮台湾啊还有香港的学生他们待定在首尔的一个短期的住宿，然后协助他们跟房东交涉。对，那二来的是我在来韩国之前，我其实是在越南工作，那是一间都市开发公司，所以说关于城市发展还有都市建设的主题，我就一直都是蛮有兴趣的。那你做了这么多韩国的这个房屋开箱之后，你觉得韩国首尔的租屋负担是重的吗？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就以最普遍的职场上班族来做举例好了。先不考虑押金，只看月租的话，我自己个人看房经验，在首尔有附个人厨房，然后是独立卫浴的套房，月租大概是在韩币40万到60万左右，也就是台币1万到1万5，这个范围是最常见的。韩国新鲜人他们进入大企业的平均年薪会是韩币4118万，就是台币的105万。但是这个年薪是有分大企业跟中小企业嘛，所以中小企业的话呢，他们的年薪就会是台币71万左右。那我们把房租取一个中间值，就是韩币50万好了，大概他们的房租会占薪水的15到20% 左右。那这样子以15到20% 来说，应该是比台湾好一点点，因为台湾的房租可能，例如说以台北来说好了，应该至少25% 以上。那在韩国，它普遍大家租的类型是长怎么样？是跟台湾一样，可能就是那种家庭式分租啊、套房或雅房吗？我觉得韩国他们租房子的形式比台湾多非常多，所以还蛮复杂的，就是包括了租期的长短，然后押金的高低，卫浴是不是共用的，或者说有没有公餐，那你要不要有公餐哦？对，有些房子的选择是有公餐的，然后还有你要不要透过不动产签约，所以说这些条件去相应下来，就会有不同的房子嘛。那一样就是假设说是一个人住的这种职场上班族的话，我就是分成5种，就是有分考试院、架宿、share house、one room 套房、office tail 这5种租屋的形式可以选择哦。那对应到台湾的话，架宿还有 share house 跟one room 套房会比较类似台湾的雅房、家庭式分租跟套房，就是他们3个是这样互相对应的。了解。那刚刚志奇就是吓到的一点，就是韩国的下宿这一点呢，就是有很多房东他会提供早餐和晚餐，甚至说以前啦，很多房东还会提供洗衣服的服务，就是帮这些房客洗。这很像寄宿家庭耶。对，有一点点像。所以说这种通常是在大学附近才会有的，那些房客也大半都是学生，所以这种下宿这种房型呢，大概
这几年越来越少了啦。那刚刚提到5种嘛，后面还有考试院跟 office stay， 就是更简单或是更豪华的选择。那考试院呢，就有点像是 K 书中心，但是你可以睡在里面。在韩剧里面会看到，就感觉小小的，然后大家就一间一间，然后很拥挤的那一种。对，它的房间大小通常比较小一点，但是它租期很弹性，就是说我可能只要租1个月我就走了，那也可以，然后押金也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因为这些房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其实我的频道都有开箱过这种房型，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往下再了解的话，也可以再去看我的开箱影片那样子。那在台湾租屋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嘛，例如说可能房东呢就会自己去定义这种电价一度是5块钱，或者是房子不能让你就是迁户籍等等。那因为他没有跟政府说这个房子在出租，那韩国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这种特殊规定吗？我觉得韩国有一个特殊的文化是所有刚来韩国的人都会吓一跳，而且无法理解的，就是这个保证金非常非常的高。对，我们之前做过相关议题，觉得哇也太高了吧，10倍以上甚至40倍、50倍吧，我记得。没错，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5个房子里面的 one room 跟 office stay， 它就是有个人厨具、个人卫浴的这种套房，最少都需要月租10倍的保证金，甚至到40倍、50倍都是很常见的。所以说你没有这个月租的这个10倍或者到50倍的这个保证金，你就没有办法去住这样的房子嘛，所以就要选择说去住其他的，像是 share house 啊，或者说自己刚刚提到比较小的这种考试院。但是这个保证金它其实也是可以谈判的，就是说我月租付多一点，那我保证金就少一点。那有些人是反过来，他说他想要月租便宜一点，那他就说我保证金多给你一些，然后你每个月再收我月租少一点。那另外呢，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制度叫做全税，就是 chonjae， 它是房客去付一个很高的保证金给房东，几乎是房价的6到8成左右，那他就不需要再去付每个月的房租，就基本上变成一个金融游戏。对，就是借钱给房东，房东给我房子住这种概念。那这个高额保证金是可以拿回来的吗？就是我觉得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制度的出现。其实是拿得回来的，那就刚刚你讲的一样，就是一个金融制度嘛。其实全税它本身就是一个结合了租屋的合同跟私人借款的一个制度。那这个要回馈到很久以前的历史，就是1876年他们签了一个江华岛合约之后，韩国它就从一个锁国的状态变成说向其他国家开放，所以说很多城市的住宅需求就是急速的增加嘛。那很多原本住在乡下的人，他们就卖了乡下的地，就来到城市打拼。那这些人他们就是有一大笔的现金。那在城市里面拥有房子的这些商人，他们因为要经营事业嘛，他们就会想要拥有现金。但是以前其实是没有银行的，当然也就没有所谓贷款的概念哦。所以房东他们就用全税的方式把房子租给人家住，然后就可以借到一笔钱来使用。所以说最早曾经在1913年的一个历史文件上就已经出现了全税这个单字了。那很多人都会想说，我有房价这个6到8成的现金的话，我就直接买就好啦，干嘛还要去就是把钱给别人，然后去租一个房子？但是其实近代才会开始有了这个银行贷款的概念嘛，所以现在的韩国人他们在住全税的时候，他们也是去向银行去贷款来付这个全税的钱的。所以这个贷款呢，它也是每个月要付利息，但是它这个利息呢，会比你去付月租还要来得便宜。那所以刚刚大家最怕的就是说，全税会不会拿不回来？那这种全税房子呢，一般都会透过不动产的仲介来签合约哦。所以合法的仲介他们都是有加入保险的。那仲介也会在你签约的时候去帮你确认这个房子的产权状况，像是说他有没有被抵押去借款等等。但是就是法律是法律嘛，就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状况，所以有时候一些房东他们资金尬不过来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争议，这就是一个文化差异这样。在台湾大家应该是真的很难想象，就是我现在就已经很辛苦了，然后还要弄出一大笔钱，那这对很多的台湾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更大的压力，因为真的是一大笔。那再来想问问看的，我觉得就来看看这个买房好了。就在韩国，除了租金之外，买房的负担也是很重的吗？对，特别是这几年哦，因为其实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房价是有到达一个高点的。那个时候首尔的公寓一坪大概是1866万左右，但是那之后呢就一路的下跌，它就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况，就是在1600到1700万韩币左右。但是到了2016年之后呢，它就一路的往上涨，它直接超越了2008年的那个高点，然后就一直往上飙哦。像是如果最近1年之间，就是今年啦，首尔公寓它每一坪的单价平均下来就是有很高跟很低嘛，那它的平均单价
价已经来到了3284万，就是台币84万左右。那还是比台湾高一点点。当然台湾新成屋都很贵，就在台北的时候，可是台北可能平均大概60-70左右，还是贵一些。但是还是贵了，应该有10几20万的单坪的价格哦。对，但是我觉得首尔它是因为它面积很大嘛，它比台北大概是大了2.2倍。那从首尔的最东边，它开车到最西边的金浦机场就大概要1个多小时，所以它的不同区域的价格也会非常的不一样。那最贵的话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江南，对，江南的中心还有它周围那几区会非常的贵。那江南区它的1坪的单价就会到7900万韩币，就是台币205万左右。所以说现在就是买得起江南房子的人真的是就是很厉害，难怪会有那个Gangnam Style。那这个状况之下，韩国年轻人会想要买房子吗？还是会想要买。韩国年轻人通常是在结婚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阶段目标哦。所以韩国的房屋自有率它也是到了86.2%，它算是偏高的啦。但是他们就是房贷的部分会，我自己觉得还蛮复杂的，是因为他们从2017年到现在，政府它就已经推出了比较大型的这种政策，已经超过20次。那每一次的政策改变呢，都会有一些房贷规则的变化哦。所以说有5个条件可能是一直变动，包括了说你这个房子它所在地区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它的房子价格，然后还有房贷成数，然后债务收入比、还本付息率等等，这些数字都是会一直变的。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例如说政府如果把你想买的地区认定为是投机地区的话呢，他们的房地产的贷款成数跟税金的规定都会不太一样哦。那如果是不是投机区，就是一般区域的话，贷款的成数最高是可以到70%。但是麻烦的地方就在于首尔这个城市它全部都被认为是会要管控炒房的地区，所以如果是台币1500万以下的房子呢，它最多只能贷60%；如果是台币1500到台币2300的房子呢，它就只能贷5%。这个其实算合理耶，因为台湾的话好像要到7000万以上哦，就是它才会被列为是豪宅相关的东西，然后你的管制才会到忘记是50%还是多少，然后剩下的东西都是可以贷很高很高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7000万就是大部分人应该是拿不出7000万吧，然后但是那个额度有点高，所以我不知道我没有讲错，但是我印象中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你在讲说哪一个程度的范围算是豪宅，然后你要给他怎样房贷的限制，这个标准好像会不一样。那韩国的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说，现在房子一直涨，所以很多房子都已经超过了我刚刚说的那个价格，那它能贷的成数变少了，所以就等于整个市场的池子里面，大家负担得起，然后贷款又贷得出比较高额度的房子很少很少。我先举例来说好，就是观光客比较熟悉的新村，有点像是台北的公馆的概念哦。我去上网找一下，它有一个2002年盖好的小公寓，它是在一个很高的斜坡上，所以它不是大型的社区，它的房子就比较便宜。它的25坪的房价是7亿3000万韩币，就是台币1800万，所以它最多就只能贷到900万嘛。那你会觉得说，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也还 OK 或是还不 OK 之类的，但是要知道它那个公寓是就大家不喜欢不想要买的，就是它没有什么人气，所以很多人他如果在首尔他找不到他满意又买得起的房子的话呢，他们就会往首尔的外面发展，就是首尔之外的首都圈哦。像是说三星它的研发重镇就是在首尔的南部一个地方叫做水源，那水源旁边呢还有一个叫龙仁，那这些地方的贷款成数呢就是可以比首尔再高上1成，所以很多人他们在2016年2017年之后就发现说，我喜欢然后我又买得起的房子变得好像很难找再加上说生活上有其他的压力呢，包括说找工作啊、收入等等，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样赚钱还不如就一个人住，然后一个人花，好像还比较开心、比较舒服那样。完全能够理解。就像台湾，在台北也是真的是贵到爆炸，所以大家就会可能会跑去，比如说新北啊，然后到桃园啊，甚至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住新竹，可能来回台北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这样也还好，那就干脆这样子了。我也是新竹人，所以说我真的假的？所以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确也是就住竹北嘛，就是在那个高铁站旁边，对，然后就搭高铁上下班这样。对啊，我们公司就有，然后我自己也是住竹北，我以前小时候是住那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家就在那，我家真的假的啊？你在哪？韩国那边会有在讨论，就是韩国的房价为什么会这么高吗？就是他们会的感觉是怎么样？有，其实韩国这个话题也是非常非常受关注的但是其实要先说，我自己看了一下资料，就是这1-2年其实很多
国家的房价都是在上涨的吧，包括了说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啊，房价都创下了一个最高纪录，然后瑞典、丹麦的房价也都一直在上涨当中。那我是找了一个韩国银行他们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他们认为韩国的房价有4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低利率和住宅的高流动性，那第二个呢是跟需求相较之下供给就很明显的不足，第三个就是韩国人口它非常的集中在首尔，那所有的这种自己买的住宅的形式当中，大家又最喜欢公寓，所以这个公寓的需求是一直都很稳定的。那这个第4点呢，就是社会的一个心理，大家都想说啊，房价会涨，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起了，所以就会赶快来买一下哦。这样那个第3点呢，我觉得想要补充一下，因为韩国是一个人口非常集中在首都的国家哦，像是说首尔它本身就是有977万人嘛，那包括了首尔的外围。就是说仁川啊、京畿道等等，它这个首都圈呢，它本身住了就有2500万人哦。哇，那么高。对，所以韩国人口它本身是5000多万嘛，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首都圈它就住了韩国快1半的人哦。那我自己是想说找台湾的数字来参考一下，就发现说台北是人口250万，如果把新北跟基隆算进去的话是690左右，所以会是占台湾总人口的3成。那就发现说首尔首都圈它占了全韩国人口的1半，那就是韩国人往都市集中的现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如果再从时间轴来看好了，就是回去看历史的话，那首尔其实在1960年代他们的人口只有240万，所以说等于是在这60年之间，首尔的人口它就成长了快要4倍啦。刚刚想说公寓的需求很稳定嘛，就是因为说人口这样一直成长了，但是大家想买的公寓就是都还是很类似的产品，他们可能不会去想其他的房子，他们就想要买公寓。那这个供给跟需求呢，它就是没有对上的状况，难怪它就是会很贵，这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需要。那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韩国年轻人对于房价这样算高好的，他们普遍的情绪会是什么以及可能年轻人跟这个中老年人他们会想法会有不一样吗？韩国年轻人就是会觉得说房子就越来越买不起，如果他们要去透过抽签制度，就是韩国有另外一个制度可以去抽比较便宜的房子，但是那个抽中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大家想要的物件都很类似，都是新的大型社区的公寓嘛，所以就常常会出现说几千个人去抢着说我想要去买一个物件的状况那因为那个制度会比较复杂，我就先不提，但总之大家的想法都是说觉得会买不起那样子，而且就算是收入高的朋友也会这样想因为我有一对夫妇朋友，他们2个都是在大企业上班的，但是他们也都觉得说最近房价太贵了，就是与其去买房子还不如就做别的投资。另外还有一个是单身的男性朋友，他是自己创业做小生意的，他的收入一个月应该有台币15-20万左右，但他也是说我觉得我买不起，最近公寓好贵我最近的梦想就是娶一个有公寓的老婆大家都想要直接用继承的方式没错我觉得真的是很痛苦我身边甚至有年收入是几千万的人，他们都是觉得哇这真的好贵，就是怎么会这么贵就是就算买得起也可能会不想买，就不想买贵嘛。我就想说这些房子到底是提供给谁的，当然空屋率很高嘛，例如说台中的7期的空屋率就很高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家里是台北人，然后你可能在父母那一辈或者是你祖父母那一辈，你就真的有买了1-2间房子，那1-2间房子现在真的都会变超贵，所以他们的确他们今年要换房的时候，他们再加一点点自己的钱，他们就会买到那个很新的，那样子就很合理可是如果你是外地人要过去，你就会觉得这个不太行这真的不太行。那像台湾其实就是也因为租房或者是买房的负担很重所以一直以来就有人在提倡这个无壳瓜牛的活动，然后提倡可能像是设置囤房税改革实价登录等等，就连这个总统或是县市长的意见，其实他们政见他们都会说要盖这个社会住宅。那韩国会有类似的状况吗？有，其实韩国现任政府是非常非常努力想要打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直不断的推出不同的政策然后就是这几年之间推出了20几个政策，然后还有很小的政策，但是房价就是越打越高，然后很多真的想要买房的年轻人就越来越觉得买不起。像刚刚前面提到说，就是为了抑制这种炒房的人，他们降低了可贷款的成数，但是房价反而因此上涨，然后年轻人的自备款就因此得要增加，那就买不起嘛。又或者说他们有政策是说针对有2房3房的人就提高他们的持有税，但同时之间呢，政府也增加了这个房产转让的这种税，所以说很多这种有2房3房的人，他们会直接把这些税金再转嫁到房客身上，又或是说下一个买方身上
因为这就是一个商业的市场啊。如果成本增加，那我的这个销售的金额当然也是增加的。这个房地产涨价呢，它不光是影响到这个房价，它连租金也影响到了。所以说，影响到的这个公寓的权税市场是非常明显，权税的价格就变得更贵，重点是还更难抢哦。就是贵了，然后你还要用抢的。那韩国政府老实说也是很积极在办这些社会住宅，或者说把一些比较旧的房子去改造成公共住宅。但是就我刚刚前面所说的，大家还是很想要买的是那种比较新的社区公寓嘛，所以政府所盖的社会住宅呢，他们韩国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品质好像不是很好的那种形象，就一种想法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还是最想要买民间建商所盖的这种公寓。我觉得韩国政府其实是非常努力的，就是从税金的持有成本啊、限制贷款条件啊、增加青年的租屋供应之类的。但是就常常是打了房，然后同时就打到真正的需求者，又或者说他供给的并不是大家想要的，就是一个很麻烦的状况。我觉得真的是难解，而且像是降低可贷款成数，它的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真的很有钱的人，他们其实不太在意这些钱，所以他们就会一直狂买。那你就等于是一般的人的真的他的门槛变高了，但是对于很高的人来说，巨人来说，这还好啊，他就继续买。那些大户其实根本没有差，每个月的现金流根本就太够了。对啊，而且导致于就很多人他的自备款反而要增加，因为你房价一直上来嘛，那你贷款成数又降低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自备款就是必须要准备更多的概念。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卖空现金的概念，因为当所有人都跑去换一个嘛，你就把你的现金拿去换房子，因为你预期房子未来会上涨，然后所以你就一直把它弄，然后你大家一直在就是做空自己的现金，然后所以呢，就全部人的现金就会开始贬值，然后物价又上涨。对，然后物价就会上涨，因为现金贬值嘛，全部都涨，那就会跟着一起弄。因为我们都觉得，现在买才是对的，就下去了。我自己也在想说，我真的要买房子吗？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说啊，过去可能五子登科嘛，说有银子啊，有房子啊，然后各种各样这种东西，它某种程度就大家觉得好像有了这5个东西，你就是会比较幸福，它是一个幸福的 KPI。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看我身边买房子的人，他们都过得好像没有很好。其实生活的幸福的样貌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只是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大众所做的选择是好的。好的，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观众分享的？我觉得韩国房地产的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变化也非常多。那我是已经有很努力的做功课了，就还是怎么做都做不完。那希望说今天的整理还算有用。那如果有说错的地方，也请大家见谅。那最后就是分享一下我的 YouTube 呢，是分享各式各样的韩国生活，就除了有各式各样的 room tour 之外，也有成衣产业的秘密啊，或者说韩国影视作品的一些历史地理背景，还有创业故事的分享。我都是用韩文去搜的，所以很多是中文搜寻不到的情报，希望带给大家一般大众媒体不会报道的面向。 OK， 好，那今天呢真的很谢谢就是 Fion 的分享。那如果有观众呢对于韩国的状况有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区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那对于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订阅 Fion 的频道。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自己旗下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这样的内容。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哦。那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